Hello，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回到小鱼儿的 AI 技术学堂。那今天呢，小鱼儿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做视频超级厉害的方法，即使你不用亲自拍视频，也不用找视频素材，也能快速制作出一个像电影感的一个大片级别的视频。而且呢，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呢，只需要几分钟。那这个方法呢，特别适合制作旅游类视频。而且这类的旅游类视频呢，它的广告费也是非常的高啊。如果说你对做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这个视频呢一定要看到最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呢，我们要用到两个 APP 啊，那一个呢就是现在呈现给大家的，它的名字呢叫谷歌地球工作室。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 APP 的话，你要先注册一个账号，点击右上角的一个试用，你可以选择用你的谷歌邮箱啊登录一下就可以了。当你注册好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链接，你直接点击进来就可以了。这里呢，我直接登录啊，可以看到这里点击了，它就会直接跳转到这样一个页面。那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两个选择啊，你可以从一个空白项目开始，也可以从你的一个其他已有的项目开始。你可以打开你的上一个项目啊，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从空白项目开始。我们点击这个符号，然后点击一个快速应用。那么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这里直接点击一个翻译啊，我这儿呢也是一个中英文翻译的。选择项目模板，可以看到这里呢一共有5个模板。第一个呢是缩放式的那它是从一个由远到近的一个模式。第二个是一个环绕式的可以看到它是旋转的在制作这个视频。第三个呢是一个点对点你定位到一个点，再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第四个呢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方式。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个呢就是一个环绕式的一个展现方式看起来这些方式是不是很酷？那今天呢，我们就先用这一个环绕式的来进行一个测试。我们选中它点击开始。那这种模式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是从相机的一个点直接飞速绕到另外一个景点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搜索一个地点。如果说你想要直接搜索一个地方，那么你直接可以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那么你不知道什么地名的话，那我们可以借助一些 AI 工具来帮我们查找一些有名的地点。那就像视频刚开始说的那样，那我们做的是一个旅游类的视频，所以说我们需要借用里面的谷歌地球里面的一些素材。那接下来我们可以问问 ChatGPT 哪些旅游景点比较火，而且呢在谷歌地球里面呢比较清晰。那这里呢，我就直接丢给他谷歌地球上比较美而且适合旅游并且比较清晰的地方推荐10个。那这里呢，他给我推荐了大峡谷、巴黎、埃菲尔铁塔、长城、大堡礁、马丘比丘冰岛的一个冰川和火山、威尼斯。那这里还有一个沙漠落基山脉。说实话，这里面呢这些地方呢，每一个地方呢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地方。相信大家最感兴趣的呢就是一个巴黎埃菲尔铁塔。那我们就去找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复制粘贴，在这里呢直接把它粘贴过来。那它是支持一个中文输入的，你可以直接输入一个中文。这下面呢可以看到有2个定位一个埃菲尔铁塔，一个呢是埃菲尔铁塔花园。我们就直接选择上面这个定位，点击一下 OK 它的定位会自动跳转到一个埃菲尔铁塔。那可以看到的定位下面呢就是一个埃菲尔铁塔，我们可以把它拉近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铁塔那么你还可以往下看，你可以点鼠标右键呢移动它的位置你想看哪个位置呢，你可以移动。那比如说你想看这个铁塔，你可以把它再放大你也可以把它缩小按这个鼠标中间的按钮圆的这个箭头我们可以把它放大缩小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那你可以往下面看，你可以各个角度的去看这一个埃菲尔铁塔。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这个箭头符号跳转到下一步这里可以看一下一个效果，它镜头直接由远拿近围绕着这个埃菲尔铁塔旋转一周。 OK， 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可以看到那这个埃菲尔铁塔呢现在呢我们只能看到下面2半截那上面的我们看不到，那我们就需要调整。那如何调整呢？那这下面呢有几个选项。那第一个呢是终点海拔高度，就是你看到视频的最后你想要的一个高度比如说最后呢我想看到是一个全景，
你可以把它调整到这个位置 OK。 环绕半径啊，你可以离得远一点看还是离得近一点看啊，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一下，这个位置就比较合适，能观它的一个整个埃菲尔铁塔。那它的一个高度啊，你可以调整一下。那这个接近角呢，这里呢可以啊，你要从哪个角度开始，这个顺时针也可以给它打开。那我们来看一下，镜头推进啊，已经接近一个埃菲尔铁塔啊，围绕着它的四周旋转一圈，好像还有点尖，看不到啊。我们这儿再调整一下 ，OK， 露出。调整一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镜头推进，围绕埃菲尔铁塔旋转一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观赏到整个埃菲尔铁塔。那么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如何在近距离的去观察这个铁塔。那接下来我们点击箭头符号。这里呢，你可以选择它的一个时间啊，时长你可以选择25秒或者30秒。那这里呢，我就选择一个25秒。接下来啊，这里勾一下。那在这个里面呢，到了它的一个编辑页面。那这个页面呢，其实它跟我们的剪映呢有一点相似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地方不同啊。大家跟着我的步伐啊。这里呢，谷歌地球的链接呢，我也会放在描述栏啊，大家可以跟着小鱼一起操作。那可以看到呢，这里它是展示了一个地图啊，展示了一个实景，那出现了两个视角。这里呢，你可以窗口的一个更改视口的一个布局啊，这里你可以只显示这一个，你也可以显示两个都同时显示。那这里呢，我们就这样让它这样显示啊，你可以拖动。那这里有个红色的标啊，你可以拖动它来让它如何旋转。啊，都是可以的，你让它怎么动，那它就怎么动啊，非常的神奇。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关键帧，比如说我在这个平移这里添加一个关键帧，那么我在后面这里呢再添加一个关键帧 ，OK。那你这里可以拖动它的一个，你可以在前面拖动它的数字啊，你可以让看到它展现的位置不一样啊，你也可以往左边拖，也可以往右边拖。这儿呢，你还可以更改它的一个海拔高度。啊，比如说选一个500，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把这个高度就调到了500，你也可以再把这个高度调成50。同样呢，我们在这里呢打一个关键帧，那这儿呢你还可以把它的高度呢调成一个50，调完之后按一个回车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又看到天上来了啊，又看得更高了，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那返回一下，再带大家看一下其他的几个 ，OK， 那我再看一下其他的地方，我们直接返回啊，点重新开始。还是空白项目啊，快速应用。那么我们还是用这个环绕来点击开始。这儿呢，你可以问 GPT 啊，你可以问它漂亮清晰的地方，那么你可以让它推荐很多很多的地方。那有的地方是看不清的呢，你就可以直接跳过啊，下一个地方。那这个呢，要自己去进行一个尝试，你才知道这个地方它能不能找到啊。有的地方呢，它连地图上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去试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啊，这个雕像啊，那这个巴西的一个雕像啊，我们直接复制一下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找到的，直接把它粘贴到这里，那就是这个地方，点击一下这个定位 ，OK， 那我们拉近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它应该就是这一个雕像啊，我们再近一点看啊，可以看从后面看一下，啊，当然你还可以再放的再大一点。啊，可以看到这个雕像，那直接按鼠标中间这个键啊，可以放大放小的看啊，你可以放得更大更远啊。那我们这里直接点击箭头啊，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镜头推进了啊，看到这一个雕像，这个视角真的非常的广阔啊，看到能纵览全局啊，可以看到整个几乎这里整个城市都能看到这边啊。非常的漂亮。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旅游视频，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配上你的讲解来进行解说啊，提前准备好你的一个脚本。那这个下面同样的呢，你可以选择调整啊，比如说它的一个海拔高度啊，你需要再近一点也可以，需要再远一点可以啊，你这里可以拉起来，先看一个效果，那再进行一个设置啊，选择一个点把它定起来啊，比如说你要想这样看，那么你就把它看到这里啊。它的一个半径啊，你是想要远一点呢，还是想要近一点啊？距离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可以。那么你可以看到，你还可以选择更远哈，更远看不清了，我们稍微近一点。那目标海拔高度，这里我们可以看啊，这个你可以那看高一点也行，但是看高一点
人像就看不清了，所以我们要把它调到一个合理的位置。那这个视角可以看，哇，这个真的是整个城市都能看到了。这个顺时针可以勾选一下。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镜头推进了看到这个人像了，已经非常的漂亮在一座山峰上面，屹立，它拥抱着整个城市，这个视角非常的好。那这里我们就调整好之后，就直接到下一步，点击这儿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时间这里是25秒，比如说你可以改成一个30秒或者改成一个50秒都是可以的，我们30秒就可以了。这里勾选一下。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解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让大家来如何调节比较好玩的一些玩法。那我们可以就用这个窗口就可以2个同时展现。接下来呢，就要对这个视频呢进行编辑首先这上面呢找到一个文件，找到一个项目设置。那这个里面呢，你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尺寸1920乘1080。那么这里我们要的就是这一个地球，那它的帧呢是多少帧到多少帧？那这里呢也可以选择一个30帧、60帧都可以如果说想要你的视频效果更好的话，也可以建议选择一个60帧但是一般30帧也就够用。直接点击一个完成。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来给它添加一些属性。我们这里点这个添加属性，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个视野范围，再添加一个时段。这个时段的话也可以等一下再加。那可以看到我点了这个时段之后，这里立马天黑了等会儿我们再勾选这个先给它关闭。云层需要，3D 的一个效果也需要。OK， 选好之后，我们这里直接点完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些帧它是如何用的我们这儿可以先播放一下，当它镜头推进来到这个位置，那么这里呢，我想要再离它更近一点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视野范围在这里来添加一个关键帧。那再往后面鼠标往后拉我要围绕它旋转1周。那这里呢，我再添加一个关键帧，这里呢还是20米比如说我想再近一点的观看它可以看到镜头正在拉近你还可以离得更近非常的近。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镜头正在慢慢的拉近，越来越近。那当然呢，你这2个关键帧如果打完之后呢，你只是想尝试一下它的效果比如说我并不是说想要真正的让它这样子呈现，那你可以进行删除。那直接按住鼠标的右键把它圈起来，点键盘上面的一个删除键那么这个就没有了看一下回到原来了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平移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就在这个位置添加一个平移的关键帧。那再往后，在这儿呢我再添加一个关键帧。那同样你可以这样平着看你可以看的它的视角，你要平着看它多远多近都可以你可以改变它看得更广阔一点。那如果说你只是想要显示中间那个神像的话，那么你可以就选择这个位置它就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可以看一下。这儿一个海拔高度呢也是可以改的。这里还有一个维度添加一个关键帧，错掉了我先删除，我把这个拉过来一点。好 OK， 维度这里我添加一个关键帧再过来一点，那我再添加一个关键帧。那同样你也可以更改它的一个维度你可以看到看得更广阔一点，你可以拉这个鼠标你直接拉就可以。 OK， 我们看一下效果，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哟。那这里关键帧我们先给它删除，先要选中。那么我们再回到这里，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天气比如说现在是白天，我想让它变成晚上，那我们就找到添加属性，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添加一个时间段可以看到当我把这个时间添加的时候这个天它自然就变黑了没有关系我会让它天亮。那这里呢我们点完成。那找到这个时间它现在呢是一个晚上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鼠标拉到这里，添加一个关键帧在这里输入一个时间，比如说是早上的6点钟输入一个6，那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天呢是蒙蒙亮。那接下来呢我再添加一个关键帧，在这里呢我给它输入一个11点，天亮了。那我们看一下效果，可以看到现在天还没有亮慢慢的开始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它的光线明显不一样。如果你觉得这样它过渡的不是很自然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我们点到这个关键帧这里，按一个鼠标右键，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缓入让天黑缓缓的来。
让天亮呢缓缓的出啊，点中这个关键帧，选一个缓出。OK， 那我们再看一下，那可以看到它是缓缓的天亮啊，这有一个过渡的时间，效果非常的不错。当然呢，你选中这个关键帧，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自动缓动，一个缓入缓出，还有一个线性的，还有一个跳跃的。根据你的视频呢，你可以调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当然，这下面呢还有更高级的啊，时间反向关键帧，大家可以去尝试啊，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把这个关键帧给它删掉。这里的话，如果说你要想看的近距离看这一个神像，这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视野这里呢再添加一个关键帧啊，再往后这儿呢再添加一个关键帧。那么我们可以让它镜头拉近一点，镜头推进，我们要近距离的观看。那这里面呢，这些相机目标，包括这些什么海拔高度啊、旋转这些环境这些呢，都是可以调整的啊，大家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真的非常的有意思。那比如说你还可以在这里倾斜这里添加一个关键帧啊，再往后一点呢，在这里呢再添加一个关键帧。那你可以拉动这个数字啊，你想要看到哪个位置，那么你可以拖动它啊。比如说你要显示这个位置 ，OK， 那就在这个正中的位置。那上面这个呢也是啊，你想看其他的周边的一些环境，那么你也可以拖动把这个数字往前或者往后，那你就能看到周围的一个环境。编辑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上面的一个切换全屏来观看一个效果。可以看到它直接等会儿我把这个拉到最前面给大家看一下 ，OK， 镜头推进。看到这个女雕像现在镜头非常的近了，环绕着这个女像呢旋转一圈，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个景色整个山峰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天慢慢的要变黑了，效果呢是非常的不错。我们直接点这个呢，可以把它再缩小。那这里完成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上面这一个渲染。你可以给你的这个视频呢取一个名字，比如说一个巴西的一个女雕像这个名字太长了。这里呢，下面呢几乎我们就不用怎么去管它。这里呢它要进行一个渲染，我们点击这下面这个按钮可以看到了它正在渲染。渲染好了之后呢，它会给你的邮箱呢发送一个邮件。那所以说我们这里登录的一个邮箱呢，一定要确保是你能收到邮件的我们才能进行下载。那可以看到这里呢，他给我发过来了一个邮件，那我们这里直接点击一个 download 的下载就 OK 了。OK，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几个镜头，那我们这里重新开始，这儿选择一个项目，快速应用。那这个呢是一个缩放字这个我们看一下，在这里我们输入一个景点，这儿我们看一个金门大桥 ，OK， 已经定位到这个金门大桥了，我拉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景观真的是非常壮观了。那我们点击下一步，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它是一个缩放式的，从很远一下镜头拉近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当然这里呢，你还可以对它进行更改。这里面呢，同样你可以给它添加一些关键帧。当这个镜头到达这里的时候呢，那么这里可以添加一个关键帧。我们在这儿视野这儿添加一个关键帧，后面再添加一个关键帧，镜头慢慢推进，再慢慢的推进。OK， 我们看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那这个点到点呢，我们看一下，点击开始。我觉得每一个都非常的厉害呀。这里呢，我们先设置第一个点，先来个自由女神像，直接帮我们定位到这里了。这是一个自由女神像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就在这个中间这个小岛上。让我们到下面一个点，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OK 这里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靠近海边了非常的漂亮。那我们再点下一步。我们看一下效果，它是慢慢的镜头推进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从这一个点呢到达了另外一个点。当然你还可以添加第三个点。那好了之后呢，同样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边界。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螺旋状的看一下，点击开始，一定要选中，点击开始，一个螺旋式的。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悉尼的这个歌剧院。如果说那这里我们一定要用的一个 ChatGPT 它可以帮我们推荐好多一些世界上有名的一些地方旅游景点。那如果说这里你还没有一个 GP4 的话，描述栏有一个成品账号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自行购买。打开谷歌地球，那我们把它直接
啊，西离的歌剧院看一下，据说是有点像船一样的设计啊，非常的漂亮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真的很神奇哦。OK，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效果哈。那它的位置呢就在这里，已经帮我们定位好了，这个就是一个西离的歌剧院。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调整，起点的话200米，角度啊，我们可以先从180的一个角度，起点的海拔可以稍微高一点啊。那结束呢，我们可以低一点啊。结束的角度的话 ，OK， 我设置到这里。这个高度的话，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结束。那么这里设置好之后，直接点击下一步，这里可以选择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效果，这就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拍摄场景，非常的不错。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地方啊，可以看这里呢是一个，那这个呢是美国的一个瀑布啊，景色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可以看到这个呢，我也是用一个螺旋式的一个效果做出来的一个视频效果。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壮观。那么这个运动场景做出来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还有这个呢，也给大家看一下，都是用的这一个运镜啊，一个螺旋式的。远近呢，大家都可以调整。那这里呢，我只是给大家展示了几个地方哈，你可以找寻更多漂亮的地方。那么你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个谷歌地球上面有的一些旅游景点。如果说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旅游视频的话，那如果说我们单单的靠这样一个视频，可能素材会有点少。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借助一个 AI 软件啊，让我们的整个视频看起来的话，素材内容更丰富啊，更有看点。那么 Flickr AI 的话，它的功能真的很强大，它不仅可以自动跟你匹配一个视频素材，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来进行微调。那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这些视频，那我们都可以在 Flickr 上面呢进行调整它的一个时间的长度，或者添加删除某些场景。你还可以调整一些文字描述和选择风格。那么更多的一个 Flickr 的使用方法呢，我会在描述栏和右上角放一个链接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具体使用功能。这里呢，我也会把注册链接放在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去进行注册。我们直接点击开始。这儿呢，我们输入一个文件名啊，比如说一个旅游视频，我们就输一个埃菲尔铁塔。那这里呢，我就选择一个中文，选择一个简体普通话啊。这儿如果你做的是油管视频，那我们就选16:9。如果说你这里呢有一个脚本，那么你可以直接输入一个脚本。那没有脚本的话，那么我们就直接填一个想法也是可以的。这儿呢，我就选一个脚本，再点击下一步。那这里呢，你可以用这个脚本呢不用我们自己去写啊。我们用 GPT 帮我们写就可以了。这里呢，我直接找了 GPT， 那帮我写一个2分钟的关于埃菲尔铁塔的景点介绍。那看到的景色是属于航拍啊，因为我们的一个拍摄呢是用我们的谷歌地球拍摄的，所以它这个角度呢是从上往下啊，我们让它按照这个角度去介绍这个埃菲尔铁塔。那可以看到这里呢，它直接帮我写出来了。我们直接给它粘贴过来啊，直接输入到这里面。如果说你没有一个脚本，那你直接把你的想法啊，比如说埃菲尔铁塔景点介绍，那就可以了哈。接下来呢，这里它有一个系统里面有自带一个素材，那等会儿如果素材不合适的话，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好，我们点击下一步，可以看到正在创建。OK，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它的这几个景色啊，我们可以看第一个，我们可以先放来看一下。放之前呢，建议大家把它的音乐删除啊，因为怕存在一个版权纠纷，建议呢不要用这个音乐，我们把它删除掉。直接来，我们看一下它自己生成的一个效果。埃菲尔铁塔位于法国巴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地标之一。从航拍的视角来看，这座铁塔不仅是可以看到它的第一个图片啊，它的给我们配的一个视频呢，就不是很跟解说啦不搭哈，这里是显示的是一棵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上传我们的视频。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图片，选择文件。那我们点击上传，可以看到它正在上传我们自己的一个视频。OK， 我们点一下啊，这里就已经替换了。那包括这里的一个解说员呢，这里你可以点击这个进行更改啊，可以再点一下。那这里呢有很多配音员。你可以选择不同语言的你可以讲中文的，也可以讲英文的。下面呢适合讲英文上面呢适合讲中文，你可以选一个解说员。Flickr 可帮助你
Flyky 可帮助您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 Flyky 可帮助您在不到1分。那我们就选一个男生，就选他。选完之后点击这个应用于所有的场景 OK。 那这边的我们的一个视频和文案呢，这些都有了，解说员也有了，你可以给它搭配一个音乐啊。这个音乐的话，你可以选择自己用 AI 生成一个啊。我们这里选择添加一个 BGM 啊，点这个按钮。那当你选中这个文字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边呢，它会跳出来一些文字啊，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文字可以进行一个修改啊。你可以让它放在上面，也可以让它放在下面啊，左边或者右边都可以。那这里文字的大小啊，包括你要让它有一个什么效果啊，这里都可以进行选择。那如果说我要给它放在下面呢，那最后呢，在这个下面给它应用所有的场景勾选一下。那我们一起来帮它看一下。从高空中望下，埃菲尔铁塔矗立在塞纳河畔，其独特的金属结构在阳光下闪耀，形成了一幅动人的视觉艺术作品。铁塔的3层平台在不同高度展开，每一层都向游客展示了不同角度的巴黎全景。从这个角度看，塞纳河仿佛一条银带，蜿蜒穿过城市中心，两岸点缀着历史悠久的建筑和绿色的公园。在铁塔的底部，广阔的查普斯马尔斯公园将视线引向远处。这里是游客休憩和欣赏铁塔美景的理想地点。最令人惊叹的是，当天空晴朗时，从顶层平台远眺，可以看到巴黎地标蒙帕达斯塔、卢浮宫乃至远处的拉德芳寺区，这些景色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城市画卷。那细心的朋友可能看到了，上面有一个谷歌的一个 logo 啊，没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剪映里面把它处理一下。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点这个下载。那这里下载的话，如果说我们是免费版本的话，只能下载一个720p。如果说你是付费的话，你可以下载一个1080p。而且免费版本的话，那只能做1分钟的视频。如果说你是想要做一个长视频的话，可以考虑升级一下计划。啊，你也可以先试用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点击这个下一步啊，然后我们点继续导出。那这里我们继续点下一步。点继续导出。那这样呢，我们一个视频呢就制作完成了。如果说你要想让视频的一个播放效果更好的话，你可以选择用剪映呢再来进行优化一下。那这里呢，小鱼儿就不再给大家展示了。想要去尝试这个工具的，可以去描述栏打开链接。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对在做视频的朋友们呢有一点点帮助。如果你也对 AI 感兴趣的话，那你还可以观看我的其他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